为什么要在凌晨3点进行高危的钢绞线施工作业？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个事故了啊，这个在青海黄河的一个铁路桥施工的时候发生特大事故。这个新华社报道的标题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说822叫川青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绳索断裂事故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是轰然倒塌。16名工人生死未卜，在记者的笔下呢，就成了轻描淡写的绳索断裂这就是中文媒体这个春秋笔法明明是这种惨烈的工程坍塌，偏要说成技术细节的小故障，是吧？这一支笔它可以颠倒乾坤和黑白，当然也可以怒向刀葱蜜小事，是吧？但是无论如何包装死去的人都是回不来了。2025年8月22号凌晨3点10分黄河上空就传来一声巨响从央视新闻公布的监控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尖扎黄河特大桥108米的这个钢梁主拱在瞬间解体巨大的钢结构带着16名工人一下就滚入了滚滚黄河。这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不可抗力，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所以就是我们标题里提到的，你为什么要在凌晨3点进行这么高危的这个钢绞线的施工作业呢？官方的解释恐怕永远是技术需要但是现实远远比官话更复杂，是吧？钢绞线张拉它是桥梁施工中的一个关键工序，通过对高强度的这个钢绞线施加巨大的拉力，为桥梁呢提供一种预应力，确保结构的稳定。这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风险极大的作业，因为它涉及到每根钢绞线数百千牛的这种张拉力，也就是几十吨的拉力，所以一旦发生断裂，积累的这个弹性能量会瞬间释放，破坏力是惊人的。更关键的是，你16个人同时出现在这样的这种高危作业现场，这本身就违反了这个最基本的安全规程。按照国际通行的这个高危作业标准这类操作要严格控制现场人员，建立足够的安全警戒区。但是在川青铁路的工地上这些规则都抛在脑后了。那有人会问是不是因为青海夏天白天温度太高了，不得不选择夜间施工？这个在江浙沪这一带还真的有就是起早贪晚的施工，白天真干不了40多度。我们看看这个真实的数据根据气象资料尖扎县全年平均气温是3到17度，最高温度是34度。即使在8月这样的夏季，当地的气温也不足以构成白天无法施工的理由。大家知道青海是地处高原全省平均是海拔3000米以上，相比我们内地酷热的这个夏天，这儿的温度还是相当的巴适的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在别的地方从卫星图的这个时间线我们会清楚的看到我现在选择的是欧洲空间的航天局的这个卫星，它虽然是30米的分辨率，但是依然能清晰的看到它施工的过程。在2025年的8月19号，就是大前天，大桥的主体刚刚实现贯通，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宣传节点和政绩的标志但是仅仅3天之后呢，就急急忙忙的在深夜进行了最危险的收尾作业。这种时间安排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项目方肯定是承受了巨大的工期压力，这刚刚贯通了，就赶紧做下一步，容不得任何拖延。实际上我们在回顾这个川青铁路的建设历程的时候，这种压力的来源也不难理解。这条铁路呢是当时被赋予了太多的沉重的使命比如说它是通往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生命线是西部待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而且呢说是承载着灾后重建和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从2011年开工以来历经14年建设，期间因为地质复杂、环保审批多种原因都在延期。当前期的这个延误不断积累的时候呢，后期的关键节点就承受了成倍的压力。大家知道交通运输部早在2012年就明确的发文过，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宜安排夜间施工，杜绝为了赶工而盲目安排夜间施工。这个规定的背后都是无数血的教训换来的这种惨淡的共识夜间施工它不仅会增加作业风险，
更会影响工人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你开过夜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你在凌晨3点，正是我们人体生物节律的最低谷，在这个时间内进行高危作业，无异于是钢丝上起舞。大家知道，中国过去啊，在长途大巴车发生了几次子夜的惨案之后，就规定夜间就不让你开车了，并且也要配2个司机，这都是拿人命换来的这点可怜的教训。所以你看，规定是归规定，现实归现实啊。所以当这个政治任务的紧迫性压过了安全规程的重要性的时候，16名工人就成了这种决策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士，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建设者，本应该在安全的环境下工作，还是高空作业啊，本来应该平安的回家和家人团聚的。当然我们说啊，这样的悲剧啊不是中国独有啊，比如说在2018年3月15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FIU 大学的人行天桥呢也突然倒塌，造成6人伤亡。调查发现啊，事故同样和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失误和管理问题有关。还有就是2024年的3月啊，在巴尔的摩的弗朗西斯科特基大桥啊被货船撞塌，造成6人死亡。那这些事故案例啊，都告诉我们什么呢？桥梁工程它的风险是全球性的，不分国界，不分制度。但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什么呢？几乎每一起事故的调查报告都会指向相似的根源啊，工期压力、成本控制、安全管理缺失啊。我们总是在事后啊举一反三啊，出台更严格的规定。实际上呢，类似的悲剧啊依然在各地是频繁上演。啊，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讲过几期的这个2025年3月，中铁时局承建的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啊，在缅甸地震中轰然倒塌。那这2个事故它直接原因不同，它们都指向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国际化扩张的浪潮里边，我们的施工管理是否能做到，无论你在哪儿，你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泰国，无论什么样项目，能不能坚持一样的严格标准。我从去年啊，因为去成都玩嘛，也是坐过成都东到黄龙9段的那段铁路啊，这个火车还是很快的，车站的这个广场更新的，但是乱七八糟的啊，电梯也不能用啊，你还得拎着箱子走台阶。这个细节呢，虽然不是啥大问题啊，但是反映了这种赶工期的现实，就是什么呢？为了实现某个特定时间点通车目标，核心的功能优先保障，配套设施细节就被牺牲了。就这种先通车再完善的这个模式啊，表面上它是满足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但是呢，体现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进度优先啊，细节次之，安全呢完全放到脑后了。这种思维模式呢，它渗透到了这个最关键的安全环节的时候呢，所以发生事故啊，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钢绞线张拉作业啊，它有多危险啊！这不是普通的拉绳子呀，而是对承载着几十吨拉力的这种高强度钢丝进行精密操作。这个过程啊，就跟在拆除一枚随时爆炸的炸弹一样。这个钢绞线它储存的这个弹性能量一旦被释放啊，它的破坏力是足以摧毁任何挡在它前面的这个结构的。所以在标准的施工流程里边，这类作业必须呢严格限制现场的人员数量，建立足够的安全警戒距离，还有充分的这种设备检查、风险评估、详细的应急预案等等等等。但是在监察黄河大桥施工现场啊，16个人挤在一起进行夜间作业，这种配置啊本身就是对安全规程的这种公然的应该说挑衅或者是违背吧。我们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啊，这应该是全网唯一的一份啊，我们可以准确的重构事故前的时间线。就从6月到7月，桥梁的主跨一直存在一个缺口，大家看到了，直到8月19号才实现结构的合拢。这就意味着项目啊，就是项目施工方在承载着最后阶段的这个完工压力。那么3天之后的这个深夜还在作业，就像最后的这种冲刺。所以这种时间的安排啊，不光是技术的必要性，完全没有必要，它就是管理的急躁性啊。一个项目呢，当被赋予过多的这种政治意义和时间压力的时候啊，安全往往就成了第一个被牺牲的要素。所以16名工人的生命呢，就在这种急躁的决策的时间线管理里边就成了代价。啊！所以每一次事故啊，就是重大事故的背后啊，我们都能看到一样的套路啊，就是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是吧？完善制度，严肃问责。但为什么这样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呢？
事故的根源啊，就在于它是治标不治本。制度的建立啊，它是自上而下的，但执行的压力呢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当项目层面的工期、成本、考核压力远比这个安全检查的威力更加直接和迫切的时候啊，严格的这个规定也会被执行灵活处理。当然，更深层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工程文化还停留在以完工为导向的这个节点上，而不是以安全为导向这个全流程的这么一个管理。所以这种文化，按时完工是最大的政绩，安全事故啊只是概率事件啊，只是运气。所以这种价值观不改变，悲剧啊就会继续不断的发生。当然啊，我们在批评川京铁路的这个赶工期同时啊，我们也必须承认效率和安全的平衡，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任何国家啊能够声称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比如现在在卡尔加里这边啊，我经常散步的一条小路啊，因为大雨冲刷出了几个这个长长的小沟。那雨后第二天呢，我就看到工作人员啊用白灰在地上画了几个小圈，标记需要修复的位置。然后2周过去了啊，那白灰的印都看不见了，那个小径还是坑坑洼洼，没有任何修复的迹象。所以这种蜗牛速度啊，确实是让人抓狂的。这也是难怪中国游客呢会抱怨西方的这个基建效率。你比如还有个例子，就是德国的布兰登堡机场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子。这个项目啊，原计划是2011年就通车，最终呢拖延到2020年才开放，超期9年。预算呢也从20亿欧元飙升到了70亿欧元。为什么呢？就是过度的安全标准、反复的这种审查程序，以及无穷尽的这种技术完善。虽然最终建成的机场确实安全可靠，但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啊，也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代价。所以相比之下，这个中国速度确实是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啊，像什么港珠澳大桥啊、大型机场是吧？高铁网络这个四通八达，这些成就呢，确实是让世界瞩目。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当中国速度啊从奇迹变成了常态，从这个例外变成标准的时候啊，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增加。那更危险的是什么？如果类似于川京铁路这样的事故频繁发生，中国速度啊就会从正面的这个国家名片变成了负面的这个国际梗啊。当外国人一提到中国速度的时候，脑海中呢不再是这些啊令人赞叹的工程业绩，而是让人啊你说诡异的或者会心的一笑、心照不宣的这种代名词啊，就是快是快，但是质量不行，安全有问题。这就是对中国制造和中国建造品牌啊这种形象的致命打击。所以我们在嘲笑加拿大的这个小路都要画圈圈啊，2周都没修好的这种蜗牛速度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做得更极端了？我们在批评德国的机场啊9年的这种完美主义施工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看看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工人在凌晨3点干这么危险工作？这就是中国效率吗？所以川京铁路奸扎黄河特大桥的坍塌啊，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事故啊，它跟个镜子一样，就照出了中国这个基建狂魔呀，在施工中所暴露的这些深层问题，就是对工期的迷恋超过了对生命的敬畏，对政绩的追求啊，压过了对规则的遵守。所以效率和安全之间啊，它也存在张力的啊，跟那钢丝绳一样，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所以加拿大可以为了修一条小路慢慢画圈画2周，德国呢，为了追求完美让机场拖9年，但我们啊不能为了追求速度让16个工人在凌晨3点去冒这样大的风险。真正的中国速度啊，应该保证安全下的高效率，而不是以牺牲生命这种代价盲目跟进。所以，如果16条人命啊，仅仅又是换来新一轮的这个深刻反思、举一反三，那会越反越多的啊！没有真正从悲剧里边学到什么，没有彻底改变这种工程文化和管理模式，没有从任何工期目标啊，就是说和工人的这个生命之间做权衡啊，那么这些所政治任务也好，政治业绩也好啊，它最终还会压倒现场的安全规程。所以啊，这个桥啊，本来呢对当地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项目。大家知道，铁路的通车肯定比公路的意义更大，而且呢是连接四川到青海两地的这么一个重要纽带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坐过这条路啊，就九寨沟这条铁路。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条铁路啊，就只要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一想起来就是一个警示碑一样
啊，提醒啊，这个中国速度啊，过去呢可能是建立在血的代价基础上，你在做这条铁路去九寨沟的时候，哎，希望你想到的不是什么真快真方便，而是那些真正的啊，就是这条路上有多少人献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吧？这就是本应该回家的16个人，他们在凌晨3点跌下黄河的故事。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